段老师，您觉得中医和西医治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其实不是治疗，就是它的这个医学理念，我觉得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传统中医的话，更多是从天人合一，从人的功能和生理需求上来考虑的。然后现代的医学呢，更多还是从各个基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它越来越精细化，变得这种对病理的追求，就是微观化的层面，虽然它也有整体观念，但是它会更偏重于病理这块儿，就是并不是针对这个人怎么能够生活得更好，主要的医疗体系它是针对的是研究的病理，就是这个人生病了，然后是因为什么生病，这个病态是什么，里面一定要找出这个病理的因素，然后针对这个病理因素去治疗。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医学体系里面，实际上也是有高端的，跟中医的理念是一样，就是冲着生理。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硅谷的一些富豪啊，他希望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状态，甚至是逆龄生长，更长的寿命、更健康的状况，他也有这种相应的理论体系和实操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不如中医的这些方法更接地气，更适合普通人。那您觉得中医跟现代医学相比有什么优势吗？你如果说两个体系的话，这么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某个体系一定优于某个体系，它只能说某个方面可能一方面占优势，另一个方面可能其他的体系占优势。中医也不是都是有优势的，也有劣势的地方。现代体系它其实更多是因为医疗产业，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从古到今，只要是有人类的生活、社会生活的话，医疗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健康从来都是一个奢侈品，就是 WHO 定义的，就是70%-80%的人都是亚健康的状态，真正健康的人是非常少的。而要达到这种健康的状态，能够长期维持保持的话，就是需要不断的付出成本。你只是说你选择现代医学体系，可能你付出的是一个成本；你选择用中医的体系，你付出的是另一个成本。每个人的资源，或者说你所在的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你能够接触到的医生，你能够掌握的医疗资源，你能投入多少，达到的效果不一样，并没有优劣之分。确实。说的最简单的就是，我记得疫情的时候，特朗普有一次就说：“哎，我得新冠了，症状非常重，但是我几天我就好了。然后我是打了一个，应该是单倍体克隆吧，单抗，应该是打的单抗，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他这个宣传就是说，哎，我们美国这个科学力量很发达呀，我用这个药，我很快就能恢复。那这个时候你看新闻，我们学医的就肯定是说，哎，这么好的药为什么不马上推广呢？就是成本问题。确实。因为他只说他打单抗很快好了，这是没问题的。你从医学理论上能推理出来，它也是有道理的。而且肯定是有效果，因为他也确实是从很病重的状态很快就恢复了。但是他没有说他打了多少量。他没有说这个单抗当时的成本是多少钱。实际上后来我看有新闻媒体在扒这个事儿，就说当时川普应该是把美国所有大学实验室里面这个单抗集中到一起都给他打了。成本非常高，版本可能也是普通人接触不到的。这不是版本的问题，就是你实验样品都拿出来了，才够一个人打的，才能好。那你怎么普及？你这成本接受不了的。所以最后选择疫苗，选择其他的，那你没办法嘛。你要作为一个体系，你要给普通人用，你不可能用这么高成本的方法。所以体系是没有优劣的。就是说成本，现在就叫医学经济学。我们中医也是这样的。你说都用最好的药，都给你用老山参，可能吗？用不起啊。
对吧？你健康从来都是奢侈品，时间也是成本，时间也是成本精力也是成。本很多人会生病，就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休息，是的，没有办法让生活和工作平衡。是的，这是我们中医2000年前，确实，对吧？扁鹊就说了，中医六不治，重财轻命。重财轻命不是说我觉得你这个医生太贵，挂号费我挂不起，治疗费太贵我治不起，是因为你更看重，哎，我去开个会，我1分钟上下几千万，我没有时间看病，这是我的病人真的就亲口告诉我的，以前我在北京那个诊所，楼下就是隔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基金公司的，然后那个基金经理也很认可我的治疗，但是经常见不到人，然后突然有一个月他们就全都来了，哎，我说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治疗呀？哎，最近股市不好，没得忙了，终于有时间了。对啊，你就是这样，这就叫重财轻命。所以那你说成本是什么？每个人成本都不一样，明白。就跟佛教故事里面说的似的，就是观世音说，哎，都是捐献，一个富豪把他捐了成千上万的金银，捐了很多土地给寺庙，然后愿望没有达成，他就很失望，就跑到这个菩萨这个像前就说，哎，你这不公平啊，对吧？我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实现我的愿望？然后旁边那个老太太她要饭的，她什么都没捐，为什么你就给她实现她的愿望呢？啊，那最后观音就托梦说，你捐的钱对于你来说是9牛1毛，根本就不算什么的。那个老太太虽然是一个乞丐，但是她把她仅有的一个馒头给我了，她那一天要挨饿的，就价值不一样嘛。就是你对你的自己的健康重视不重视？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健康付出成本？我教你很多锻炼的功法，教你应该怎么作息，很多人都很知道应该怎么做的，都知道久坐不好，那为什么还要久坐呢？是，就是他觉得观念当中觉得，哎，我还可以再扛一扛，我等病的重的一点，我再来治。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并不是说单纯的就是经济上的成本的问题。是的，很多健康问题都是观念的问题。有道理。所以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在于，你不光是要看他的病理，你要想他为什么他会生这个病，他的生活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要纠正他的观念，或者说你要让他达到一个内心的平静，而不是只是解决他生理上的病痛，不是解决病理的问题，我们是要治疗这个人。所有的医疗技术都是利用人体的自愈能力，就是我们知道人体有这个自愈能力，它有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意图、方法和趋势，我们才有医疗这个行业，才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技术。你要相信，你把这个身体拉开，把它坏掉的脏器切割掉，它不会死，它自己会长一个疤，它会和好，它会长起来，它可以恢复正常生活，靠的都是人体的自愈力。所以我们推拿并不是治病，推拿最根本的是让你的自愈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让你阻碍自愈的一些问题，结构的问题，然后经络的问题，生理的问题，还有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观念，把这些阻碍自愈力发挥作用的东西去掉，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你的病才能好。你就像我之前治一个病人，他是很典型的，就是工作狂，国内一个互联网头部大厂的一个很高职位的高管吧，他就是浑身都是问题，就是基本上西医院已经放弃了，就说你这病治不好。但是他又说，哎，我不能放弃，我孩子还小啊，老婆还很年轻啊，刚换的。那怎么办呢？我就治吧，治了以后，他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治了好几天又不行了。我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什么工作呢？然后他就讲，他说哎呀，我这是在北京嘛，北京那个大厂呢是在南6环买了一个独立的办公楼，应该说那个产业园都是他们家的，非常大的大厂。
一般的员工啊，就是在附近小区买个房住，他不行啊，他是高管啊，有钱嘛，就去了北6环买了一个高档住宅，所以每天天不亮他得自己开车从北6环到南6环上班，然后晚上又加班到很晚，再从南6环开到北6环，每天上下通勤路上5、6个小时。我说那你还有时间睡觉吗？他说能睡个1、2个小时吧。然后这样说，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老婆孩子还没起床，然后回来的时候，老婆孩子已经睡觉了，就是常年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见不到面，说不到话，没有情感的交流，没有正常生活。我说这样怎么可能健康呢？你什么技术也治不好的。那你对他来说，我觉得你就是赶紧辞职，钱也挣差不多了，换种生活方式吧。不然就是老婆孩子就是给别人了，钱都是替别人攒的。就像俗话说的，道理都知道。对啊，就是健康就是1嘛，其他的就是0嘛。听说您的推拿手法是可以做到无痛治病的，是吗？我觉得不光推拿吧，针灸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疼痛、解除痛苦，而不是制造痛苦。如果你这项治疗，不管是什么技术，你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比他本身的病痛都要大的话，这个成本就太高了，就不光是金钱的成本，你对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技术呢，它是由于有些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人群，它为了一些特定的目的，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这种成本更高，就它可能会让人治疗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当我们生活水平高了以后呢，就没必要采用这种技术了。你用大家很舒服的治疗过程就可以解决问题，就没必要制造痛苦来解决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学中国医学史都能学到，什么时候按摩推拿流行的？唐朝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富多按摩，国家富强，大家兜里都有钱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有足够的精力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推拿，选择按摩。因为如果你整天的工作很辛苦，一天不做，你明天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那你没有时间去享受这种治疗，你只能是怎么快怎么来。这不光是古代，现在也是这样的。我去看过，国内一个工业园区旁边的一个医院吧，是一个朋友开的，他就只治疗一种病，断肢再植。因为那个厂区周围全是农民工，全是小工厂，基本上每天都有手指被机器切断、绞碎的。那来去看病，我说你这技术水平行不行啊？他说我这不需要好的技术水平，因为很多农民工过来，老板带着来，缝好，不要失血太多，死了就行。你去跟他说你做一个微创，手指接回来还能恢复功能，还能保住这个手，他不会去接受的。他接受反正你赔我一笔钱，我回家去做别的就好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医疗成本的问题。你对身体的健康到底重视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到加拿大，到了国外，这么多按摩的地方 ，RMT， 然后 chiropractor， 然后Orthopac， 各种各样的按摩疗法，泰式按摩、中医按摩、韩式的、日式的，各种方法都有。就是因为这边的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够了，我有时间有精力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说我疼痛我只能忍着，实在忍不了了，我可以接受一个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治疗方法，我可以把这关暂时过去，而不是想我怎么能达到更好的生活状态。